最近中国召开了第14届的全国两会，在这一次的会议上，习近平正式全面掌权。除了对于美国的态度改变，在两岸关系上也有新的表态。这次两会到底发生什么事？对台湾跟中国内外的世界局势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两会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中国第14届的全国两会在3月14号正式结束。在会议上面呢，除了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进入了第3个任期之外呢，这次两会在人事、外交以及政策上面的特殊性，也引发了各国媒体的关注。首先，在人事方面，中国经历了20大的权力洗牌，这次两会将会确立新的领导阶层，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的权力结构跟政治布局。而在政策上面呢，媒体普遍关注的是经济问题。很多人都想要知道中国会推出什么样子的经济政策来应对因为清零政策而导致的低迷景气。最后是在外交上，近几年美中台三方都发生了多次的外交冲突，例如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还有技术封锁，中国多次的派遣军机越过海峡中线等等。而中国对美国跟台湾的态度会不会继续的恶化，也是这一次两会的焦点之一。那我们就很好奇这个两会到底是什么？对台湾又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如果你对议题讨论、分享知识很有兴趣，也正在寻找写作相关的工作，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志祺七七的新职缺哦。我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影片内容企划的加入，帮助我们制作更丰富的主题内容。在这里，你可以发挥搜集资料、整理观点的能力，把文字化为影响力，带领观众一起思考议题，让多元的讨论持续发生。不管你找的是全职工作还是在家兼职接案，志祺七七都能够提供合作的机会。透过自由弹性的工作形态，我们希望能够让你全心的投入创作，也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如果你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写脚本，那我们也有提供稿费的适合作机制，让你实际体验企划的生活，跟总编交流你对于合作方式的期待。现在就给自己用写作实践理想机会，跟我们一起追时事、聊议题、发想新节目。现在就上我们的官网应征吧。所谓的两会是中国的人民全国代表大会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2个会议的简称。其中人民全国代表大会是由全国人大委员组成，是中国宪法认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主要负责修宪立法、选举国家正副主席、审查政策、监督国家预算等等。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呢，则是由政协委员组成，是在政策决定前进行讨论和提供意见的机构。那两会通常会在每年的3月举行，讨论跟公布今年的政策，并且呢，在每5年选出新的代表，以及像是总书记总理这类负责掌管国家的决策跟行政权力的重要职位。因此，国际上面对于两会的关注重点，主要会针对内政外交政策以及新的人事变动3个部分，像是今年对于台湾的态度如何，或是某个重要职位是谁的人马，借此来猜测中国接下来的行动以及内部的权力变化。那么，在习近平的第3次任期的开始，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什么改变呢？在这两会在人事上面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李克强从总理的位置下台，改由习近平的亲信李强接任。有专家指出这代表习近平完全掌权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因为在过去呢，中国的政治结构很少会有一个人来掌管所有的权力，掌管宣传、国安、人事等事务的呢，通常是中共总书记，而财政跟经济事务通常会由总理来负责。例如过去胡锦涛呢担任总书记，温家宝担任总理，而这个著名的胡温体制呢，就是中国高层权力分享的典范。而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之后呢，担任总理的李克强也可以在他的职权内有自己的意志，比如说过去的脱贫地摊经济等等政策呢，多半是由李克强主导，并不一定都是习近平的想法。不过自从20大以来呢，媒体看到习近平明目张胆的清洗其他派系的人马，而这一次接任总理的人又刚好是他的亲信，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李强很可能只是负责来执行习近平的意志而已，应该会是史上最弱势的总理。此外，这次新上任负责主管内政、贸易、外交、军事、种族宗教的委员们呢，全部都是所谓的习家军。所以在这次的两会之后呢，包含像是内政、外交还有军事、台海关系等等的方面，习近平的权力又握得更紧了。而对于这样的情况呢，许多人很担心台湾可能会变得更危险。那么这一次的两会当中，中国对于台湾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在对台湾的态度上面，这次两会习近平只用了112个字，强调要坚持9·2共识、一个中国，推进和平统一，反对外部势力干预跟台独分裂活动。那虽然这些词汇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但我分析指出，这次习近平谈到台湾的篇幅跟2018年相比仅仅只有一半，而去年的20大里面他曾提到的不排除武力统一，也没有在这一次的谈话当中出现。而此外呢，在李克强卸任前的政策讲话当中，也特别的强调，中国应该寻求对台湾的经济跟文化交流，并奉行有利于福祉的政策。这些现象让许多的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策略走向可能是要透过更多的交流来达成和平统一，所以近期内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可能会比较缓和。不过也有人提醒虽然 COVID-19 疫情重挫了中国的经济，但中国今年的军费不仅增加了 7.2%， 还在两会当中推出了立法法修正草案，宣布在紧急状况下，立法机构可以快速的立法或修改法律。所以有认为中国其实并没有放弃武统台湾，他们甚至持续的在准备发动战争。而那些温和的态度呢，有可能只是因为台湾总统大选又快到了，所以暂时放缓一下而已。另外，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对台政策之所以会软化，背后真正的原因是目前他们内部正在面临更大的挑战，所以短期内没有余力可以大动作的恫吓台湾。中国目前主要挑战之一呢，是来自于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制裁。2022年的8月，美国通过了晶片禁令，禁止美国以及使用美国设备的国家把相对高阶的晶片以及制造晶片的设备卖给中国。许多人认为这个禁令等于是直接掐住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咽喉。此外呢，今年的2月，疑似中国间谍的气球呢飞越了美国本土的事件，又让中美关系进一步的恶化。报道指出，在这次的两会当中，中国进一步的展现了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过去习近平在提到美国的时候，大多会用某些国家或者是西方国家来代替，但这次却罕见的直接点名美国。他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而外交部长秦刚这次也明确的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打压，那中美势必会陷入冲突对抗的状态。不过，在对美国态度强硬的同时，中国也希望透过外交手段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今年中国政府的外交经费大幅增长了 12.2%。分析指出，中国的外交策略目前有2个动向：一是举办第3届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加强对于周边国家的援助跟宣传；另外一个呢，则是出访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积极的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希望在经济上面与欧盟达成合作，减少被美国封锁的影响。好的，那除了我们外部比较关心的两岸跟外交策略之外呢，两会当中也宣布了内政相关的政策。从这些政策当中呢，外界也可以稍微推测，接下来中国内部的局势可能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改变。受到疫情清零政策乌俄战争、美国制裁等等的因素影响近几年中国 GDP 增加的速度放慢许多，去年更下滑到只有 3%。那在防疫解封之后，官方设定的经济成长率也只有 5%， 比外界预估的6到8% 还要低一些。有的人就推测，中国对于经济成长的保守态度，可能跟两会当中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法案有关。这个法案列举了13点关于党政机关的改革，它们主要可以分为金融、科技跟社会安全等3个面向。在金融方面，中国将设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专门负责监管证券以外的金融业务。中国的央行人民银行呢，也将取消省级以下的分行。而在科技方面，将重新组建科技部，并设立中央科技委员会、国家数位局、知识产权局等等，把科技发展的分工划得更细，集中更多的资源来投入相关工作。最后则是社会福利方面，这里将会强化老年工作的体制，加强贫穷人口的监测跟协助。分析指出，这3个面向的关键字都是安全。金融体系的改革呢，是为了让管理权往中央集中，避免像是河南银行挤兑恒大地产债务危机等等的事件再度发生，确保金融安全。而科技委员会的重组呢，则是为了让中国有更好的科技发展，减少美国科技封锁带来的影响，这是内政上面的安全。最后在社会福利上面，把重点放在老年人跟贫穷人口，也是为了要确保内政的稳定，维护统治上面的安全。也因此，许多专家推测，在习近平的第3次任期，他将会更加的看重中国内部统治的稳定性，也将进一步的收拢权力，全方位的加强控制。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志宇77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让重要议题被更多人看见，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
好的，那话说回来关于这次中国的两会大方向的人事布局跟政策走向，其实都不算是有什么太出人意料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呢，尽管短期内看起来武力犯台的可能性降低了，但这有可能只是一连串时事下的暂时状况，未来的变数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观察。那么觉得中国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就是接下来可以持续关注的重点之一。在防疫期间中国因为清零政策，地方政府增加了许多的防疫支出，而解封之后，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又让地方政府的收入大幅的减少，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危机。去年的未偿还债务呢，已经超过总收入的 120%， 有1/3的主要城市连支付利息都很困难。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处理，地方政府在财务吃紧的情况之下，势必会减少公共建设跟社会福利，然后引发各种动荡。例如近期武汉大连还有广州等等城市呢，就因为医疗保险被削减爆发了抗议活动。而在民怨加深的情况之下，习近平有可能就会透过各种方式来转移内部的矛盾，而透过武力威胁台湾，有可能就是他会采取的选择之一。不过这个部分到底会怎么发展呢？还是要等之后来继续观察了。好的，那么今天想提问的问题是，你觉得在两会之后，中国跟台湾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觉得中国应该会对台湾收敛一点，毕竟我们快要选举了，他们应该不会帮反中阵营的人助攻。B， 我觉得台湾呢会变得更加危险，中美关系如果继续恶化下去，台湾就会变成中国的出气筒。C， 我觉得改变不会太大，在习近平的统治地位完全稳固之前，他应该不会轻易的改变两岸关系。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两会发生了什么事。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20大以及阿共打来怎么办的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